自己家散养的这种大公鸡怎样制作才好吃？为什么酒店里面做出来的颜色特别的鲜艳好看，看上去特别的有食欲？今天我们跟随着视频给大家带来红烧大公鸡的家常做法，颜色红润，味道甘香，特别的好吃，赶紧收藏学习吧！这是正完的，灯光有没有？贵好20。这公鸡养多少年？这个2年、 3年左右，3年要多点儿吧。这200块钱。200块钱是？对，200块钱。200是吧？今天花200块钱买了一只3年的老公鸡，做了一个红烧大公鸡。朋友们，咱们今天买来的这只大公鸡呢，品质非常的好，是一只散养3年的大公鸡。鸡的品质的好坏呢，要看这个鸡油，这个鸡油的颜色特别的黄，说明这个鸡的品质呢就越好。这个菜场的老板帮忙宰杀完成之后呢，下一步我们来把这个乳毛给它烧一下，因为上面呢还有很多的小的细乳毛，直接用火枪或者是打火机呢都可以烧掉了。接下来呢，我们将脖子上面的皮把它去掉，因为脖子上面的皮呢有淋巴，脖子上面的这块皮呢就直接不要了，上面有好多的有害物质。那么接下来呢，我们将它拆卸分割。首先呢，将鸡脖子去掉，这个鸡脖子呢，大家喜欢的吃呢可以放在里面，不喜欢的可以不要。同样呢，鸡头也是。然后呢，卸掉这个鸡翅膀。3年以上的老公鸡呢，肌肉非常的紧实，做的时候呢一定要用力。这一步呢，也可以交给菜场热心的摊主来处理。总之呢，我们剁的块呢，大小一定要均匀，差不多大小的就可以了。像鸡腿或者是鸡爪这个部位呢，我们尽量剁大一点，因为烧出来呢比较好看，块头大比较好看。鸡翅膀呢，我们就直接从关节处把它剁开就可以了，分为3段：翅根、翅中和翅尖。这里面我们特别要注意的是这2颗鸡腰啊，我们要把它单独放。将所有的鸡块剁好以后呢，放在容器中备用。紧接着我们加入足量的清水，将它清洗干净。这一步主要的目的呢，是将它表面的淤血清洗干净，这样烧出来的颜色就不会发黑了。洗个2遍呢就差不多。最后呢，把它倒入漏勺中，控水备用。紧接着我们点火起锅，开大火，迅速的将锅中的水分烧干，并且呢将锅烧热。热锅中加入适当的冷油，不停的转锅，这一步是最有效防止食物粘连锅底的方法之一。当锅中的热油全部烧至冒烟，这个时候呢，我们将热油倒出。经过了这个步骤的操作，这个锅呢，我们直接炒鸡肉的话呢，它就不会粘锅。接下来呢，我们需要用到菜籽油，因为菜籽油烧出来的颜色比较金黄好看。锅中呢加入适量的菜籽油，大概30-40克呢就差不多了。菜籽油本身呢它有一种异味，所以呢我们还需要将它烧至冒烟，去除一下菜籽油的异味。然后呢，我们再将清洗干净并控干水分的鸡块加入锅中。接下来呢，我们来进行一个长达3分钟，用大火不停煸炒。这一步的目的呢，是将鸡块中的水分把它炒干，并且呢，将鸡皮炒至紧缩。我们需要注意的是呢，锅底的火一定要大，不能用小火。炒制的时间呢，不能低于3分钟，并且呢，炒到最后，锅中一定不能有水，都是油。这样我们烧制出来的鸡肉不仅颜色好看，而且特别的甘香好吃。当炒制鸡块定型的时候呢，我们将里面的鸡肝把它挑拣出来，因为鸡肝在里面长时间炒的话，它会容易碎。鸡肝呢，也不能烧时间太长。最后呢，我们把它炒成这个样子啊，表皮稍微有一点焦黄。那么接下来我们加入提前准备好的葱姜。葱姜的块呢，我们尽量把它切大一点啊，因为这个煮的时间太长了。再加入少许的八角和花椒，一只鸡呢2颗八角，大概10几粒花椒呢就可以了。再次开大火，不停的煸炒，将所有的香料味呢把它炒出来。下一步我们来加酱油上色，用的是伊利家牌的老抽，这种颜色呢烧出来非常的红润好看。加入老抽的量不要多啊，大概2滴呢就可以了，也就是1-2克。加多的话颜色会发黑的。加进去之后呢，我们简单的煸炒，将这个颜色均匀的裹在鸡的上面。随后呢，再加入约10克生抽类的酱油。加生抽的目的呢是巩固颜色，还有增加底味的效果。再次煸炒，将里面的生酱油的味道把它炒出来，炒出酱油的香味。最后呢，再喷洒少许的料酒去腥增香。下一步呢，我们直接加入开水，
加入开水的量呢，一定要高于鸡块2厘米以上。当锅中的水分呢再次烧开的时候呢，会有少量的糊沫出现，我们将它呢撇在一边，然后用勺子呢把它打捞出去不要。这个时候呢，咱们能吃辣的放一点干辣椒，不能吃辣的不放，或者是少放呢都可以。再加入少许的白糖提鲜啊，一点点就可以了，大概呢5、6克。后期呢，我们汤汁需要收干呢，加盐的量呢一定要小啊，大概呢1、2克的盐呢就可以了。如果我们用这种煤气灶小火硬煮的话呢，至少要煮1个半小时。建议大家呢用高压锅，高压锅呢大概18分钟就可以了。当然了，用高压锅煮出来呢和用小火煮出来的口感呢是完全是两码事。高压锅压出来呢肉质比较烂，用火煮出来呢它的肉质呢比较弹，各有好处也各有坏处，大家呢任意选择。我这只鸡呢用小火慢煮了1个小时45分钟，期间呢加了2次开水。我们怎样能去试它有没有熟呢？用手呢去按这个鸡肉呢，能轻松的按动呢就可以了。如果怕烫的话呢，可以用筷子去按。为什么饭店里面烧出来的鸡块特别的好看，而且看上去不是乱七八糟的？下面的这一步操作大家一定不要忽略。我们首先呢将里面的鸡块把它一块块的把它挑拣出来，在挑拣的时候呢，一定要在汤汁里面涮一下，把上面的辣椒皮啊、花椒呀、葱姜呢全部把它涮掉。这个碗里面呢是这只鸡的全部鸡肉了啊。那么接下来呢，我们用蜜漏将里面的所有料渣全部把它打捞出来，丢掉不要，也就是说只留汤汁。这是在前面煮鸡的时候我们准备的大蒜和辣椒啊，等一下呢我们加入锅中一起收汁。这个蒜头呢我们是提前将它拍散的。那么接下来呢，我们再将挑拣好的鸡块倒入锅中。下一步呢，我们来收汁。这个时候呢，我们就可以将刚才的鸡肝还有这个2个鸡腰呢加入锅中了。为什么在这个时候才加入鸡腰呢？如果早加的话呢，这个鸡腰就被烧没有了。在收汁的过程中呢，我们一定要全程大火，剩余的我们就交给时间。当锅中的汤汁低于鸡块，并且有些粘稠的时候呢，我们将蒜子加入锅中。为什么在前期烧汁的时候不加呢？因为蒜子它容易烧烂，如果加早的话呢，它会烧烂，那样一来会影响后期出锅的效果。大概呢煮至5分钟左右，这个时候呢我们来调味，先加入适量的鸡精。加鸡精的目的呢主要是提味增鲜，因为鸡精中呢也含有盐，我们加的时候呢尽量少放一点。最后呢再来一点点的味精，也是提味增鲜的。如果有不喜欢味精的同学呢可以不放，用鸡汁来代替鸡精呢效果会更好。这2样全部加进之后呢，下一步我们要不停的抄底了啊，因为这个时候呢我们要不注意的话呢，它就容易糊掉了。当锅中的汤汁快要见底的时候呢，我们将提前切好的青红小米辣椒加入锅中，主要是搭配颜色，还有增加清香味的效果。加进去之后呢，我们最少要再收汁40秒左右，一定要将锅中的汤汁全部收干，只能看见油，不能看到水。咱们在家做的时候呢，需要注意以下几点。第一呢，就是想要鸡块烧的红润好看的话呢，老抽不要加的太多，建议用1粒加牌的酱油。另外呢，要想鸡肉烧的 Q 弹好吃的话呢，不要用高压锅，用这个小火慢煮。但是有一点它比较费时间，直到将锅中的汤汁全部收干以后呢，我们就可以出锅装盘了。每一次的长视频制作都不容易，需要你们的点赞加关注支持，这样一来才有我们创作的动力。长按点赞键可以强烈推荐，让更多人看见。最后，朋友们还有什么不懂的地方，或者是好的建议呢？可以在评论区留言。那么本期的视频呢，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，感谢您百忙之中观看我的视频，请给我点个赞，加个关注，谢谢，咱们下期视频再见。